4个字就梦醒时分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我懂你讲那个东西，就是忽然间当年笑死了。就是那些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东西，感觉都很模糊很美好，忽然有一天遇到他，然后你忽然跟他讲了几句话，你就忽然醒了。对，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突然间醒了。那我问你，泪海你知道怎么唱吗？我知道，我不会救你哦。我们不会救你哦。你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城建探索。本期节目由 ZZ Sleeper 忘忧枕赞助播出。我们今天带了2颗枕头来上班。双人枕头那无离。有没有这么爱？哦，好耶，这个很好，说真的，我觉得这个枕头是我睡过最好睡的枕头。没错，必须说，我必须说，真的很好睡。真的很好睡，为什么这么好睡呢？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枕头睡起来总是会有一些缺憾。以前有的睡那个乳胶枕，躺下去之后它很软，然后也很舒服，但是呢，就是觉得头在晃动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支撑感，很没有安定感，你就会睡得不安稳，就觉得随时脖子一动，然后它就跑掉了，总觉得有一点很奇怪的感觉。那这个枕头完全不会，它就是会让你躺下去，就是在一个很不能说安详，安详听起来怪怪的，应该是说很安定感啊，我觉得这个安定感很重要。我最近睡到这一颗枕头，你知道，一躺下去我就觉得哦，好想睡觉。它有一边是给男生睡，一边是给女生睡。然后女生因为肩膀比较没那么宽，所以它的高度会稍微低一点点。那你自己其实偶尔也可以换一边睡，我觉得。我的肩膀比较宽，所以我是直接睡在男生的那边、就是它是8公分跟8.5公分嘛而且它中间有稍微凹进去，然后就会头刚好就卡在这里，然后就很舒服这样。可是你刚刚说那个安详啊，我的确有安详感。有啊，就是会觉得躺下去之后面容都特别的安详。这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笑死。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睡起来不会太热。对，它有凉感。对，里面那个材料很特别，摸起来也冰冰凉凉的，舒服。难怪我会一直抱着它。因为凉凉的。由物理治疗师与医师倾心制作 ZZ Sleeper 忘忧枕，集结记忆枕、乳胶枕和羽绒枕的3大优点，并通过最严格欧盟检验标准197项，结合睡眠4要素，支撑、柔软、透气、形状，让你一次满足。现在点击资讯栏专属优惠链接，使用 FB、LINE 手机号码登入，即享管有51折优惠。如果你总是觉得自己睡不好，赶快来试试 ZZ Sleeper 忘忧枕，让 ZZ Sleeper 帮你忘记忧愁，一觉好眠。本期节目由 ZZ Sleeper 忘忧枕赞助播出。中下旬我去了纽约一趟，那个我觉得是我算人生蛮大的一个转捩点。因为当时好地方。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好像到了一个时间，我应该要去给自己一个沉淀一下，整理一下我自己。对，我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了，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最后一根压垮最后一根稻草，应该是我那时候我有一个很长的7年的情感结束了，然后可能那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让我有一点点就是觉得开始在思考，到底我这段时间到底我做的这些事情，我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我要怎么走，我要怎么再往下走，是不是就一直这样呢？还是说我应该要转换另外一个跑道呢？开始在思考人生的意义。对。然后我就想，好，那我就决定就是放下一切，我就离开抽离这个环境，然后到一个新的地方整理，然后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因为如果我只去台中或高雄，我可能一下子也就跑回家了。对啊，真的啊。纽约比较远，我要去坐飞机很远，十几个小时，因为你要跑也不会那么快，就还是有点时间，所以我就决定要去一个比较远的地方，我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我要想要去开始就重新去整理一下自己。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你现在这样出去，你这样子怎么办？你这样回来1年，我那时候本来是想去半年。他是半年呢，你知道这娱乐圈
会发生多少事情？你这样出去半年回来，你就没有人记得你了。不是，他就说你这样回来，你又很，我觉得这样不好哦。就大家就是跟我讲说这样不好啦。这样，我那时候就是铁了心啊，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就是我真的很想要离开，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在这里做这些重复的事情，我就毅然决然就离开。而且我觉得没有舍，哪有得？我当然很珍惜我的工作，可是我觉得你往外再看一点人生，这个工作就是我们从这个阶段接到下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放开看的话，它就是中间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这个是回头看嘛，对不对？可是我当下是这样想的，所以我才决定出去。对，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不会清楚的知道，其实我们在那个过程里面，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是说时间它其实不是线性的，它是点状的。它是你40岁的时候回看去到20岁的时候，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对啊，不一样的解释，不一样，你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对对对，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画面出现，你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可是我们现在因为变化太快，对。然后你不可能等20，你可能1年，譬如说你45，你44到45这一段过程里头，你45再回看44，就有了。你就看当下，其实我不看过去，我是看当下。对，但是就是每一个当下在回看过去的时候会不一样。对，那什么叫做看当下？就是我觉得我每在做一个事情，我就是做这个当下的状态。对，但是我想跟你讲，你之前刚刚讲到那个，我觉得那个成长那个点，我觉得对我来讲很不一样。那个点是，当我从纽约回来之后，因为我去纽约前啊，我是只能穿高跟鞋的哦。OK， 我就只爱穿高跟鞋在路上走路的哦。对，我有这个问题哦。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穿高跟鞋就觉得自己好像就比较有自信这样子。那我从纽约回来就没有办法穿高跟鞋，我没有办法穿高跟鞋，改穿平底鞋，完全平的布鞋。完全明白为什么，因为纽约要一直走路很难走。对，而且那个地上有时候很脏，很多会卡住。可是我的朋友可能这一点，因为对我的朋友来讲，他们可能认知我，可是对我来讲，这个脱下高跟鞋那一刹那，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成长的开始。你忽然觉得到你很自由了，很 free 了。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是就是那种很照顾我、无微不至的那种，我是老幺嘛。所以我觉得。我要那时候出去之前，我也是有一点觉得，就是好像自己就是太依赖了。其实有一点这样，我也觉得好像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但是又很喜欢爸爸被照顾的感觉。对，爸爸照顾的感觉。对，然后但是我就是去纽约之前，我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想要去梳理的，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出去回来之后，我觉得那个点让我觉得就是在。很多东西看的事情都不一样了，我开始懂得怎么去看当下。以前我是不懂的，以前我可能就是会就是在那个就是我就是在每一个事情的过程上，你自己都会搅一下，对，你就会搅一下，对，你也不知道在搅什么，其实根本也没需要搅，也没需要纠结，可是你就会自己在那边，但是这一定你就是揪，你也不知道你在揪什么，其实，对。那我回来之后，真的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分水岭对我来说，就是穿高跟鞋跟脱下高跟鞋这个过程，对我来讲是蛮大的一个分水岭。然后我也就不是很喜欢化妆。那你觉得你觉得这个是真实的你？我是对，这个是真实的，对，这个是真实的我。对 ，OK。就是可能以前小的时候会比较多有一些不知道为什么需要的外在的纠结啊，会，我们小时候我应该问的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是真实的你，而不是改变后的你？对，但是可能有这个过程，我才知道原来真实的这是我。对，或者说换一个角度来讲，你只是因为这样的姿态对你来说，或许你觉得这个是这个社会需要你看到你的样子，然后你可能会相对在这个社会里面存活得更好。
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慢慢把这些东西对放下来，对，然后这个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发现的。我以前也慢慢发现。其实我以前也不清楚自己这个部分。那对你来说，你觉得你20岁跟30岁跟现在到40岁，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20岁的我可能就懵懂懂吧。其实我也自己在寻找，就是自己的样子。我那时候也还不是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但是我是很跟随我的感觉走。就像我当时其实我是在民歌餐厅打工啊，然后就遇到了唱片公司的制作人。我是因为这样子进入到这个行业。30岁的时候我就去了纽约啊。对啊，因为当时我就觉得我想要做一个阶段性整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出去梳理一下我自己，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变化。那你去完回来最大的差别？我觉得我有找回我在前面失去的自在。因为我当时出去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走在路上，我感觉就是自己觉得很不自在，然后我也不太敢自己去坐计程车，我也不敢自己去逛超市。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会不敢了？我觉得很奇怪啊。大家都在看你。应该要敢。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生活本能啊，你怎么能失去这个东西呢？但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除却现在，你最喜欢几岁的时候的你？最喜欢，其实你不能，因为你讲了除去现在，其实我是最喜欢我现在的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你清楚自己要做的很多事情，你会自己去追求，你会自己去往那个方向前进。那之前也不是说我都不喜欢，不会不喜欢，只是说之前我没有那么清楚自己要做的方向，所以它很容易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样子。那我觉得我现在等于是有一点我决定了要做这个方向了，所以我决定就要这个状态，我决定就要这个样子。我所选的歌，我所办的演唱会，我所去接触到的整个工作状态，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很清楚的。现在来说，或者说就不会像过去有一点，好像这个也那样，这个也那样，就会有一点模糊。或者说你现在因为你有自己的选择了，所以你我过去也是有选择啦，会更接受那些你选择了现在的这个状态所去失去的那些东西。对，有时可以这样讲。那你呢？对。你呢？你现在45岁了，就是男生可以清楚一点啦，OK 的。不是我也蛮好奇你的啊，就是那你呢？我超喜欢每一个时期的我。这也是不错的答案。就是不管我年轻的时候，好官方哦。没有，不是，因为一定要选一个，没办法选，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冲动，然后干很多瞎事。本身超级喜欢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青春洋溢的印记，青春的印记。我觉得你知道 feel alive。然后到中年的时候，我在那个挣扎的过程，或者是我做什么事情可能都没那么顺，然后我卡在一些东西，我也觉得很棒，因为那个就是我感觉我活着的一个价值。到现在好像感觉稍微比较清晰一点，但好像又没那么清晰。但你就试着在这个清晰里面找到一条路，你说服你自己说，我是不是就往这个条路去走？但你其实内心常常也在想说，那我是不是就真的就是往这条路去走？所以我后来有一个感觉是，你无时无刻，不管你20岁、30岁、40岁，你无时无刻都会怀疑你自己，不管你现在处在一个荷尔蒙分泌很旺盛，跟荷尔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内容的一个状态，你都会怀疑你自己。那对我来说，就是怀疑你自己什么呢？就是怀疑你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你就会一直去用很多你自己心里的感受，或者不管是由内而外，或是由外而内，你会一直不停的去检视你自己到底是谁。那最终的答案到最后，你可能会比较可以自在的
去继续过你的生活的原因，只是你在这个阶段找到了一个理由让你继续过下去，但那个答案它会随着时间你会开始怀疑，你会想要去继续追求，会一直不停的去追寻。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很喜欢每个阶段的我自己，是因为我知道我每个阶段都会有很多的疑惑，我也不觉得我有很多的疑惑我就应该不喜欢它，因为我觉得那个其实也不会不喜欢，是最喜欢呢。没有，我觉得就是每个阶段都喜欢。但我 appreciate 我每个阶段长的样子，完全 appreciate 听到亮点。我 appreciate 那个长得不一样的我自己，因为我像我现在我就不会 appreciate 我跑得很快，我跳得很高之类的，但我会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些冲劲很棒，但我现在会觉得我可能多一点圆融也不错。有吗？稍微换个角度来讲，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比较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所以比较胆子比较小，现在比较白目，就比较像我自己，稍微比较白目一点。那某程度上我还蛮喜欢我现在白目的，但我也不觉得我当年那样就那么零零角角多有什么问题？对，或者是对我不觉得那不好，我都蛮喜欢的。我很喜欢30岁的我。为什么？就回想起来，就除却现在，就29到30岁的这个过程，是我最痛苦挣扎的时候。可是就是因为它有绝对的碰撞，就是我极度厌恶自己，然后极度的想要喜欢自己，就是有一个非常两极的绝对的那个碰撞，想要在这两条线里面挤出一个交叉点的那个时期，我最喜欢那个状态的我，然后真的走到那个交错点的时候，就确立了我是谁。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是属于比较 M 的那种，或者是换个角度来讲，会不会是因为你很想要知道，对你来讲是确立你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相对的重要，所以你会更 enjoy 在那个挣扎的过程，或者是还是说你需要那些你需要那些冲撞，你需要那些极端的情绪去让你发现你自己是什么状况，之类的。对，我们在帮他做心理分析。没有，应该就在想说，我最讨厌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跟我找到我喜欢自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应该这样讲，就是有的时候你不免怀疑自己，可是你总会找到一个时间，你会看到一个时间，那个时间就是那个时候，你特别强烈的去做一件事，去确立自己是谁，然后你就会 follow 这个你已经确定了，对，你确定这个不是自我，你确定这个是真我，可是你这样讲，我好像没有一个这种怀疑的过程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很 appreciate 我自己29、30那年，我做了那个勇敢的决定，对，但是我这样想想，我好像没有这种挣扎跟怀疑，或是这种没有那么激烈，对，我好像没有这么极端的情绪的状态，我好像是都一直过着，一直过，但是我是一边发生一边梳理，应该是这样讲，对，我好像没有当下的就是好像不会累积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宣泄的状态，我就是累积直接出去梳理，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没有真的好像有过一些什么好像过不去，觉得对没有过不去的一个坎，很奇怪，这个就是每一个人在运用性格，每个状态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性格不一样，你怎么去运用你自己的时间，然后怎么去看待自己的时间，这件事情才是最有趣的一件事。就是我刚听起来，你跟我跟他完全是不一样的，对啊，对，就是我运用的时间是极端的，然后就从这个极端里面碰撞，然后就 follow 那个东西，然后你们就会一直 follow 那个 flow。他可能就是随时都在
我随时都在处理，对。然后我就是觉得说，反正我的人世间就是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所以现在有没有处理也无所谓，反正过一阵子他就会自己处理，是不是？对，可是完全是观点不一样。对，可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他没有标准答案，他是完全是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挣扎是肯定有的。每个人就梳理那个方式都不一样。对，然后他都会是取决于每一个人底层逻辑。对不对？我刚刚听他讲很多东西，我就会忽然发现说，他好像没有那种所谓的有什么是一定要干的事情，或者一定要处理的事情，然后他就很 go with the flow， 顺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说完全没有挣扎，没有反抗，不能这样讲，但他就是很顺，就是一点一点，就是怎么来我怎么处理，怎么来我怎么处理，就变这样。对，但你没有办法去说他是完全没有在反抗这个事情，完全没有去。我也还是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对，会不会是你很早以前就已经理解到你就是一个没有办法服膺于这个社会的给你的框架的一个人？会不会是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干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不喜欢，就我有不舒服或不喜欢的事，我绝对没办法，我一定就是拒绝。或者我就是说不要，我不会说好像为了要怎样然后就妥协去说 OK。 对，我觉得要我妥协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会试着就是在我长大后，有些东西你还是得妥协，你会去为了要把一件事情做完整，然后会牺牲一点什么，然后就造就一些什么。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我自己是可以调整了，但是在我小的时候没有我就是我不喜欢我就不做，然后我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就像比如说，我觉得小的时候电视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世界，我没有觉得我会进去那个世界，所以长大了之后突然有人找我要邀请我进入那个世界，我也没有对那个世界有一定好像我非得进去的不可，我没有一定要对。那我觉得如果你给我的一些标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我试一下。我也不是觉得我好像一定可以，或者说哇这个是我的梦想，我没有这个。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也没有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就说他其实是一个很顺着他生命的流走的人，他不会逆着他生命的流去走他人生的脉络，他不会，那或许有一些人，他其实是想要逆着他生命的流去走的，或者那个逆着那个流才能激发他一些什么去做，对，他本身比较有快感，对之类的。然后有一些人是我很想要逆着流走，可是呢，他的行为都是顺着流走，他只是想而已，没有做，然后他没有做，然后他就会觉得有一种郁郁不得志，因为他觉得他生命的流不是他想要的流，是，这个也蛮有趣的，蛮有趣的。这我觉得跟你这个人生的期待有关啊。对啊，因为我们有些人就是说我可能胸无大志，然后我就顺着流走，然后顺着走的也不错，然后就到一个程度了。那有些人就是说我就是想要你知道对抗这个世界，我就是要逆着流走。然后有些人就真的有些人就逆流走，然后走到一个程度，然后也不错。那中间就会有很多是我想要逆着流走，就最后就没有走好。对，那我两个都有。那你两个都有，真的，为什么？因为我在大方向里面呢，是顺着流走，可是我在小细节里面是逆着流走。怎么说？就是我是就是认份但不认命。他认份不认命，对，就是我的命告诉我说我应该要只能做这样或者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基期是到哪里，但是我还是想要在这个基期上面做一点什么东西出来。可是你知道吗？这样子的观念都会影响每一个当下。这样子的念头都会影响每一个当下。譬如说，你是一个很
就是 go with the flow 的人。那你在做每一件事情，其实你就顺着他就会推着你往那个方向去。然后因为你也对他无所求，所以反而会更顺。有时候可能是会这样，有时候是这样。我就是很专心的把那件事做好。对，我觉得是这样。有时候反而是这样，因为你对他无所求了嘛，所以你不会很多期待，你不会说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就是这件，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喜欢，我就会去做。那我就在做这个过程当中，我一定就会把它做到我自己最喜欢。对，应该是这样。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我自己有感觉啊。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你会发光啊！对，聊天你聊到发光了。对啊！现在这个社会，跟你聊聊，你睡着。对，但现在这个社会，我看到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人没有在感受什么事情会让他发光。这就是源头啊！我们其实他刚刚的那个问题，其实也有一点是这样子。对，大部分人没有在感受这个事情，他没有感受了，因为他的感受，他可能不知道怎么感受，他的感受已经被我做什么事情可以多赚一点钱，我做什么事情可以，就是不知道怎么感受，可以成功，或是报章媒体杂志告诉我说你应该要做这个事情，就是太多一些世俗的眼光，对，但完全没有在感受说，我今天我吃一颗巧克力我会开心，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我会开心。或者是说他们不想感受，有些人是不想感受，因为不想打开那个感受，因为一打开可能害怕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去 handle 没办法控制，对，那就干脆不感受，然后只感受他有把握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人也是这样子。那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我是打开全感受，我打开所有毛细孔，那我只感受，我就是会顺着我的毛细孔的感受去走，但是这也是我后面自己就是成熟了一点之后，我找到了一点平衡的时候，我才敢就是整个火力打开。对，因为小的时候你就是你感受到你成熟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在我结婚以后吧。那算是比较晚熟的。对啊，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对，我有问题，就是因为你刚刚讲，就是你去纽约的时候，然后是你那个时候是结束了7年的感情，对。那你这个7年的感情，你觉得你成熟还是不成熟？现在回去看，我那个时候不成熟。你现在回去看，你觉得不成熟？那个时候我不成熟，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有提到，我觉得我很依赖嘛，因为我爸爸很疼我爸爸妈妈，但我爸爸是更疼我，因为我爸爸就是爸爸都会疼女儿，所以他就帮我生活细节照顾得非常好。我甚至到高中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懒到，因为我很怕冷，然后我在睡觉的时候，他就进来帮我把我的袜子穿好，然后把我的衣服放在旁边，让我自己可以在被窝里面这样把每个东西都穿好之后，他就把我扶起来去厕所刷牙，刷，然后就带我去上课。就这样。爸爸是很 nice 的。我爸爸这也 too nice 哦。我爸爸就是摩羯座，对，我的妈，摩羯座的爸爸是无微不至的。对呀，无微不至啊，所以我的小的时候对于就是情感上面，对，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有，应该是我有被潜移默化这样，就是我习惯了这样。然后我爸爸也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会给我一个 BB 扣，所以我去到很多，就是我就是随时随地都会跟他就是通电话。我是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也会每天跟我爸爸通话，我爸爸也会打电话给我哥哥跟姐姐，可是就是只有我给他最多回应，因为哥哥姐姐可能都不习惯，都觉得说啊这样子，就可能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就是好像太黏腻了，对，也不是，可能他们就觉得就是没有去 enjoy 这个事情啦，就是你来跟我讲，他们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我不知道是烦还是怎么样，对，但我是可以 enjoy 跟他就是每天讲电话这样，就即便我在工作的时候，我都会跟他，因为我也想知道他好不好，想知道我爸跟我妈今天好不好，所以我也会就是几乎是每天。所以呢，当时我在交往的时候，我就是也是常常会每天可能传简讯啊，或者是跟他嘘寒问暖啊。那可能对于这一般有些男生可能没办法接受，他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个女生每天都要跟我
通电话，每天都要这么黏知道我在干嘛。对，黏腻我就变黏成他们心目中的黏 T T， 很可怕这样子。但我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每天不就这样吗？单纯是关心。对啊，我每天就是跟我爸也是这样通话，就我不知道那样子其实会造成给某些性格的对方一些压力。对，其实是这样。那只是但那个只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是。对啊，那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我忽然觉得我要对我女儿糟糕一点，不能对她不太好。不会啊，我觉得没有，你这样就是他择偶标准的很好的一个 reference。是吗？对呀，很棒啊。但问题这种人很少啊，所以你就要让他找到对的才嫁啊，不然你舍得吗？对不对？你当然是这样子啊，对呀，所以我就不会乱嫁啊，对不对？那如果就这样子，不会乱嫁，不会乱嫁，不会乱嫁，到底谁？但闪婚哦，没有嘛，有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我到那个看到好的就赶快给他看就起来。对。那我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对于你过往的恋情，你有遗憾吗？没有。而且我都很 appreciate，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都在每一段情感上，我都有一些学习。我觉得基本都是好聚好散。对，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就是说，你有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无意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伤害了别人吗？有啊，有，高中的那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有跟一个男生谈恋爱，然后那个男生呢，其实他是我小学的同学，然后认识很久了，对，认识很久了，但是突然我们就突然谈恋爱，但是因为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嘛，然后就觉得好像跟他在一起蛮舒服的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又喜欢上别人了，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就有一点用那种不跟他讲电话的，就不是逃避，我就用逃避的方式来去对，然后就是他打来就都找不到我。然后到我家，我永远不在家。然后到我家，我爸说，我跟我爸说，希望他自然而然。你也有坏过，你也有坏过。他说我不在。然后结果后来他就很难过这样子哦。然后但是我本来不知道，是我的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后来在我长大之后，我就有约他出来，我就跟他道歉。讲一下，我跟他道歉。你跟他道歉？You are so nice。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子的。对啊，我就觉得如果说。因为我觉得我才意识到我那时候真的可能是对人家有伤害，因为但是我不知道，我只是因为觉得不知道怎么处理，对，然后可能造成对他那个伤害，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阴影，或是他是无辜的，对我也不想要让他有这个，所以我有直接的面对跟他讲。那你觉得讲完有比较好？我觉得应该是有，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对，可能在一个心理上可能找到一个解答或者怎么样，对啊，那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要再这样对别人，就是如果真的不喜欢，我就直接讲，我不要好像用这种躲避的方式，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躲避，就直接讲就好，不喜欢就不喜欢啊。哦，那你跟他道歉的时候，他什么反应？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些感动的，我感觉上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太问，因为我就觉得我自己也都不太好意思看他，因为觉得天哪这样子，对啊，但是我有感觉到你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我就是跟他说对不起啊，对啊，就直接对不起啊，因为我就觉得跟你的这个过程让我知道我以后不能这样对别人，我就很谢谢他让我有这个学习的。这个我因为这样我学习到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过了几年之后？好像过了一段时间吧，对，可能3-4年吧。才有这样子的领会。然后才有这个勇气去找他，跟他说对不起这样子。对啊，因为有一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对方会怎么想。你最喜欢的都会是你当下的那个自己。因为你在看待过去不一样。我喜欢当下的自己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多了一份坦然跟自在，对，所以我可以用一个比较平缓的视角去看过去的，然后你会有一点疼惜过去的那个自己，是有一点这样子。对，我刚刚听你讲这个东西，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20几岁的时候，我们很多情绪，但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认识说我这么多情绪从何而来。为何有这些情绪？因为你没办法梳理啊。然后我是谁？
我想要去哪里，我为什么会这么多挣扎，为什么这么多纠结。但我们或许过了5年10年之后，我们慢慢的回去梳理这些过程的时候，我们就忽然间可以给他一些解释，或是你说历史定位，你知道，就是他忽然就是变成一个你知道他在哪里，为什么会那样？为什么会那样？对，然后你就放下了，你就释然了，你就处在一个很 relax 的状态。我2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每天在那边想说，为什么我只能这样？为什么你的头发是20几岁就这么长吗？我跟你说，我以前是电子业的工程师，是那么短，那么短，真的。然后我以前每天穿 polo 衫，polo 很难想象polo 衫跟卡其油头吗？没有 polo 衫跟卡其裤，然后头发很短，要抹一个发胶，就是看起来就青州小菜的那种。对，然后背一个包包，背一个那个包包非常大，因为我们以前里面要装 sample，哇，就是你知道，就处在一个很挫的一个状态。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另外一个。所以突然刚刚一个人在讲20几岁，很好奇，到底20几岁造型是什么？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你20几岁的造型是什么？我想想，短发。很短吗？没有很短，就大概就是那种，也是学生头的那种。20几岁那种学生头。可是20几岁的那个自己啊，我现在想起来，当时觉得自己很帅，然后我3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可怜，为什么？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在每一个时期都会去往回去想，然后我想要去发现那个我看见不一样的过去，某种程度上我也看见不一样的现在，然后我30岁的时候在看20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委屈，承受了好多东西，然后不平等的有很多，有很多心里面有一些不平衡的，现在44，然后再回去，我有回去看20岁，我觉得好险，我那个时候是20岁的那个很幼稚的那个状态，就是很任性，然后很幼稚，然后很自以为成熟，然后做出很多行为，然后去尝试那个边界。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那个初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离开我，然后我觉得好痛苦，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最好的朋友，他在日本读书，然后他回来台湾，然后他回来台湾就是我就要陪他，我就跟他出去玩这样，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是我们去 18，然后喝了烂醉，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那时候还是地下室嘛，然后我要下去地下室之前，在楼上我就先看见哥哥，就是我那时候当时男朋友的哥哥，然后他就很紧张，很紧张，非常的无措，就说：“哎，婷你怎么在这？那你赶快下去玩，因为他弟弟等一下就要带着他那个时候的女朋友来了，然后他很怕我看见，天哪，什么内容？他很怕我看见，所以他就一直把我赶下去楼下。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他只是一直跟我讲说：你下去。那因为那个时候朋友很多，所以他说：哦，那我就先下去。下去以后才不到2分钟，我回头看，就他们就来了，我直接就炸开了，就是那个脑袋的那个崩溃就直接炸开，而且还在很难过的时候，对，非常非常难过，因为我还没有走出去，然后我朋友也很怕我看见那一幕，所以他们就一直拦着我，只差没有往我眼睛戳瞎那种，怕你看到了，对，就是怕我看到那一幕，他们就整个晚上就很 take care 我，可是我是很任性的，就是桌上有什么酒我就喝什么酒，Long Island 啤酒、红酒、Whisky， 只要桌上来什么酒我就就一口气就喝掉的那种，哇！然后我那一天真的很醉到崩溃。所以你是宁愿看到还是宁愿不要看到？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将近10几年的时间，只要我那个朋友跟我提到这件事情，我说你闭嘴，
你就给我闭嘴。可是我近期在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刹那间觉得那是一种浪漫。浪漫怎么说？它是一种纯真，纯真到你觉得这个人离开你，天就塌下来了，的那种很疯狂的爱恋。你回不到那个时候去了，因为回不去。对，你回不到那个时候，你再也回不去，因为你长大了，你知道爱情是什么。你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渐渐的明白厉害的是爱是什么。你渐渐的明白，可能看似渐渐的明白。我期盼我自己渐渐的成熟，渐渐的明白，渐渐的懂事，这样。可是我现在回想，我不要。不要那么懂事。我不想要，我不想要那么懂。我突然间我好爱那个时候的那种很原矿的，很纯粹的，你知道，纯真的。你去撞那一台火车，然后你满身伤，你都觉得你都会觉得好爽。所以你是觉得还好你有看到，你是宁可你看到，也不要是没看到，因为你看到那个状态就会整个爆炸，对不对？我那一天，我其实当下那个时候，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我没有预期，然后我真的看到了，然后我整个炸掉了。但如果说有可以给你选择，你是宁可看到还是宁可不要看到？如果现在问我会说我宁可看到。对。可是如果当下的话，应该是对，在那个时候，我宁可没见到。像我高中的时候就有发生一个，但是我是属于我会去，我就硬要看到的那种。我是属于硬要，你是属于想要弄自己的。不然我就不知道，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也是有一个初恋的男朋友，然后不算初恋，反正但就是那个时候有 dating 的男生，是我的同学，然后当时也有另外但是反正因为那个男生就是比较优柔寡断一点啦，对，所以他当时可能就有同时的喜欢我跟另外一个女生。那但是那个交往的顺序就是他可能也有先跟那个反正他就是有先跟那个女生交往，后来他们分开，然后后来我们又交往，但是在跟我交往之后呢，他又跟那个女生又剪不断理还乱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每天早上我都会打电话叫他起床。那一天奇怪就没有接，但是我不是怀疑他，而是因为他就是在学校已经有很多那个小过，因为他迟到，很爱迟到，所以我就担心他再记一个小过，又会有那个退学记录，对。然后我就很紧张，他没接，然后我就特别搭车去他家。但是我在这个过程搭车去他家，对，我就去，然后就是按门铃。然后按，对，我按，然后突然他就开门，我不祥的预感。然后我就说，那个赶快我帮你去整理什么，他就说他在里面，然后我就想fuck， 那个他是你知道的他？我知道，对，就是那个人。然后我就说那好吧，那你赶快去上课，不要迟到了。那我先走了，我就走啊。然后后来我后来就去学校之后，他们两个当然就一起去上课嘛。那我也就当做没看到他，就空气当空气。我以前小的时候最会这种当空气这样，对，就是生气的时候，你就会当对方是空气，就没看到这样子。那他也没办法，他也很难受这样子，对。但是我就是会选择即便有不祥预感，我还是要去直接碰到，我碰到了我就好了，因为我觉得至少我理解，我就是跟我想的一样的，就这样啊。对，那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跟他分开了嘛？对，后来就是这个事就分开了啊，这个事就分开了。然后这个对你来说，它会是一个伤痕吗？当下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肯定是有的，是，但是他的那个伤痕有点复杂，你还带了很多不甘心，会有这种的那你知道，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但是你也没有想要干嘛，
所以但是如果当那个男生再来联系我，我也还是会跟他联络，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会有一点觉得说，不懂，好像总想有一点把他再赢回身边的那个感觉。我懂啊，可是其实也不一定真的那么想他。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在他结束之后，在下一段感情的时候，你觉得你有带着那个伤痕到下一段那个感情？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就是在感情信任上面，他有一点点不是那个，他起点会有一点难，因为就变得我有之前那个伤害，所以我可能会在感情上会有一点不安全感。对，但是我还是会去把这个事情慢慢的，就不能以那个男生的状况来去定断每一个人嘛。那个你下一段感情就是那个7年嘛？对，是那个7年吗？不是，对，就隔了大概也是隔了大概有2-3年才开始进入到这个正式的，不然中间那些可能都不是太正式的啊。对，好。然后你到这个7年的时候，你有觉得你好像有放下一些前面，就是7年前的前面的那些你的伤痕吗？我觉得没有完全，但是我把这个过程可能我会写在一些音乐里面，可能在音乐里面我会有得到一些歌。会有一些唱一下，会有一些自己在翻白眼。哪一首？没有想要告诉你。我想知道吗？你每一首你自己感受。多去听几首你就。反正我写的歌也就那几首，可以感受一下。对，所以就是会在那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用一些方式梳理自己的感觉，应该是这样讲。对，我不会去加诸在这个新的恋情，可是我会用我的方式去梳理。那不表示说，因为我这个在梳理过程还是没有完全过嘛。但是不表示对，因为他那个东西，他不是一个好像就是说2个人分开了，好好讲完就拜拜了，不是，他中间有很多那种你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他会那样，你会有一点这个，我觉得是这种不清不楚而造成的一些，就是对于这段感情上面的一些问号，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你自己在这段感情发生了什么，你才会被他这样子对待。因为就对你很好，我还来叫你上课，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对不对？你一定会有这种奇怪的这种问号。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觉得就你每天去叫人家上课，也不代表这是什么。其实，在当下那个当儿口，你可能觉得这是哇了不起的事情，可是其实也不是啊。因为我觉得我以前就是可能你总会就是在每段感情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好像觉得说去迎合对方喜欢的样子，然后你会尽量不要去就是做他不喜欢的样子。可是问题是到最后，因为2个人是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可能一直都在迎合嘛，对不对？那个迎合当然也不是说是完全的迎合，你会觉得对方如果没有办法喜欢100%的你自己，你们要怎么往下一个阶段去前进？所以在我碰到我先生之前，我其实也是大概有2-3年没有真的认真的恋爱，就是 date 这样子。那我后来就是认识我先生的这个时候，其实在那个阶段我没有想要结婚。对啊，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好结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开心，自己一个人过得很好。对啊，然后我又很多朋友，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去哪里就哪里。我每次工作完，我后来就是出完一张专辑宣传完，我就会出国去休息大概1个月，我就会去游山玩水，然后感受一下寻找新的那个灵感，然后再来做下次的一些音乐的东西。所以我那段时间是基本上我不去想任何的事情，我也没有去想说爱情在哪里。虽然我也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渴望，可是就是那么一个刹那。对啊，那后来所以我在遇到我先生之前，我是没有想过任何事情，可是我有做一件事情，我就是将我想要的男生的状态跟未来想要生活的样子，我就把它写心愿，写10个你那时候写了什么？我老公带有中7样。我的命中率超高的。
就是我大概就是对就，但是我写的那时候我就是也没有真的，我就是写了一个我自己 roughly 的一个感觉，真的 roughly 的感觉，对，没有，我就 roughly 的，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很高的男生。然后就是很 man 的这样子然后很爱我的，很疼我的，对，然后就是就大概是这样这个类型的，对，这个状态的。然后突然就是写完大概差不多几个月吧，我就突然认识我先生，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是这个联系，因为在介绍的时候我们只是一群 mutual friend， 我们没有，他们也不是要介绍他给我，就是只是刚刚好我们就认识。对，那只是我在跟他认识聊天，后来就进而交往的时候，就发现他有很多状态，就是我当时在写的一些样子。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就很微妙。对啊，然后就家庭背景，就是大家就人口简单，然后比较复杂，然后他就是喜欢我的样子。许愿是有效的。我觉得有，这不是许愿，就是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因为你有时候只是想，你并没有真的知道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可是我就在想一件事情，是我要让我的过去是抹煞那些过去，还是我需要留住某些过去，变成我未来成长的养分。对，我们总是想要让过去，可是我好像不是那样子的人。我有一个，我知道你那个感觉。我有一次就是在很久之后，可能过去的一段恋情，然后后来也是停在一个就是不是很清楚的状态，但反正就这样子过了。我其实也没有想要去了解说到底为什么最后是怎么样，但是在跟他中间这些疑惑问号，反而让我有很多的情绪去做了很多的文字上的抒发跟歌曲。然后突然有一天，我就有一次又在一个场合上巧遇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怎么他不是我原本想的那个样子，我有一点点难过，我早应该不要碰到他。真的，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去碰到他？我懂。让我把过去的 fantasy 都不是 fantasy， 就是过去那些我觉得没有解的疑惑，或是美好，处在一个美好的状态。其实我没有答案很好嘛，我可以有很多想法，我可以把它想成 A B C D 很多不同的画面，但我一碰到，所有画面都没了。我是很难，所以就过了。这件事就过了。我懂。忽然就变成现实了，超无聊的。对，我就想，天啊，这字4个字就梦醒时分。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我懂你讲那个东西，就是忽然间，当年就是那些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东西。感觉都很模糊，很美好。忽然有一天遇到他，然后你忽然跟他讲了几句话，你就忽然醒了。对，我为什么跟他在一起？突然间醒了，突然间就说哇，我当年也没有说觉得怎么，但是就是觉得说就是为什么就应该不要碰到他，真的是比较好，我会有比较多存留一些我自己在我脑海中的一些印象，想象的比较好的美好，比较好的美好。对，真的会，我有这个感觉。对，当然，对啊，当然你还是有接受，但是只是说那个过程，哇，我是自己有那个多出来空间都没了，瞬间就回到现实了，瞬间就没了，傻逼戏。对，真的有一点，所以这个哇，真的，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留，就留不留，真的是要看那个状况，就是过去也不是说不好，但是没有过的时候呢，就对我来讲，这样子这个过去这个 ending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closure， 很好的一个句点，可以真的正式的进入到下个阶段，就 move on， 很好，真的。之后我就真的很开的去接受接下来的状态，对。我通常都是问爱是什么，但是我们用就是更准确的一个问题，叫做爱情对你来说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种被包围的感觉。我喜欢那种被包围的感觉，对。然后这个包围不是只有我被另一半包围，就我们两个互相包围，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嘛。然后，但是如果你都成为对方的样子，那就真的是不好了，就不好玩，就变成一种静态。所以它是一个流动的状态。所以当我们彼此都能够接受彼此最真实的样子，然后都能够爱彼此最真实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我最向往跟美好的爱情。请问你爱情对你来讲是什么？在你现阶段来说，对我来说，爱情是一种尊重。就是冠冕堂皇要来，你是不是喝的不够多？没有。但我觉得尊重很重要，这点也是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情，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回到我对人的看法，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不管他长得多么奇怪，他有他存在的价值。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想要因为他的成长背景或者他的成长历程跟他自己对自己的期许，他想要活成某一个奇怪的样子。这个奇怪的样子不见得是其他人可以接受的。那我觉得爱情本身就是应该是有人可以看到你想要活成你奇怪的样子的这个期待的 motivation 的，他可以理解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说就是如果有人可以理解我想要活成一个我想要活的奇怪的样子的状态的话，我会觉得那个就是爱情。对，因为没有人应该要理解这件事情。那如果有人可以理解的话，那就是爱。譬如说我理解我老婆就是处在这个状态，就她想要活成她一个很奇怪的样子，没有人可以理解。然后我觉得我理解我就觉得这是爱啊。对，没错，真的，不然谁能够忍受呢？没错，对不对？换句话说，就是谁能够忍受这个事情？爱的反面，这就是爱啊！爱的反面就是忍受啊，就是这样。不是接受或者接受包容，或者你说对，换个比较好的词语就是尊重。没错，我尊重他想要长成他想要的样子。没错啊，这件事情尊重本身可以带给其他人很大的舒适感跟自在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们活到一定的年纪，就希望我们自己活得自在。那如果我们活得自在，我也希望我身边的人活得自在。这个很重要，真的我完全认同。因为你要爱对方，你首先要先让对方快乐。那对方怎么能快乐呢？就是长成他想要长的样子。那完全就对我来讲是自在了。因为我自己，我说实在话，因为我自己希望我自己是自在，所以我可以想象说别人应该也需要活得自在，所以我尽量去 appreciate 他现在想要活得自在的这个渴望跟需求。因为我某个程度上我很在意我自己的需求有没有被满足。所以我觉得爱本身就是如果我可以爱我自己的话，我一定有能力爱别人。但是我如果没有办法爱我自己的话，我一点能力都给不了别人。没错，对，就这样，必须先好好照顾自己，然后才能够知道怎么去照顾别人，这个很重要。对，这是我对爱的干一杯看法。喝酒完全同意之类的。对我来说，爱情是有一个人可以陪我一起飞，默默守护你。应该是说，我无论飞到哪儿，他都会在。对，不管你往哪走，我都跟。就是这个好像是我从20岁以来，我从来没变过的。但我觉得那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很有可能你很早以前就知道说你必须要飞。有很多人会觉得爱情的时间很短，因为可能以传统来说，就是爱情的时间可能到某一个年纪了，然后你就进入婚姻了，然后婚姻里面它就变成一种亲情了。但是我一直在
我一直不信这一套，然后我也一直在这个中间里面去探索，然后我很想要把它分得很清楚，就是爱情是归爱情，爱情是归爱情，亲情归亲情，然后友情归友情，就是这个它其实是对我来说是很清楚的，可是总是会有一个交汇处，一定会有一个交汇处，有时候他就像我的很好的朋友一样，对，然后有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家人，对，然后有的时候他其实是我的情人，对，然后我希望在我的婚姻里头，这三种情，是没有间断的，一直循回反复，我期盼的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他是我的家人，有的时候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有时候他是我的情人，他该是我的情人的时候，他就是一定要是我的情人，你知道这个要求有多高吗？以目前，我跟你干一杯。以目前台湾这个大部分的男性是无法达到这个需求的。我敬你，因为你知道，我也经过特种部队训练，这就是最美好的。对，然后可是婚姻里最美好的样子。可是那个最高的殿堂，在婚姻里面，我觉得最高的那个殿堂还是爱情啊。那个对，它的基础还是在爱情上面。没有爱情就没有办法有接下来的几个不同的层次。命运是你的编剧，可是你是现在这一出戏的导演，你会希望这个镜头长什么样子？然后你现在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演员，你在演他，就是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的那个观看。假设我今天我是编剧，那我就会想到我的目的在哪里啊，对不对？那我是这个演员，那我就你知道有很多不可控，那我就必须要 repeat，一直不停的这样。但重点是，如果我今天我是这个导演，我要决定这个镜头，我要它长什么样子，我就要让它走到无边无际啊，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所以这个镜头，这个步伐，它会有一个画面，然后我就会有一个期盼它长什么样子。但是这画面有这个画面绝对是取决于这个摄影机的角度。但如果我们只是这个演员的话，我们就希望我们今天在沙滩上踩的每一步都可以踩出一个很深的脚印。说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如果我们只是个演员的话，你不要去想这个导演最后会怎么拍，你不要去想这个剧情片最后会怎么 deliver 出去。我如果只是个演员的话，我就会相信我今天踩在沙滩上的每一步，我都希望可以踩出一个印子来嘛。对，所以啊，这个时候你到底是演员，你是编剧，还是你是导演啊？你是你生命中的演员、编剧还是导演？你站在哪一个视角在看待你生命的历程嘛？我要踩沙。我也觉得。对啊，我就把每一步踩得很深，对。对，就把它踩得很深，对，然后最后有没有这个 cut 有没有播出去没关系，对，然后你浪有没有来卷走我也不 care， 但我至少我要确定我踩的时候是很深。But I care， 总是要开放售票啊！妈的，你是你人生的编剧、导演跟演员，你怎么演？我总是想看一下的嘛。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希望你在海滩上走的时候，你是有办法踩那个很深的脚印的人，还是最后你这个很深的脚印可以让后来这个沙滩的人都可以看到的？我是要踩很深脚印的人，对，我在踩的每一步都要很踏实，我是喜欢去感受那个当下的状态的人。就是每一步，我就是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会先想，然后如果我想好了，我就去做。那如果我要做的时候，我就会很用力去做。所以我每一步都要踩得很真实，然后感受我踩下去的那个感觉，每沙子的一个热度，然后深度，我要踩得很扎实，然后一步一步踩的往前走。我是喜欢这样。那有没有看到？那就随缘了。对啊。所以你觉得你是你生命当中最好的演员、编剧还是导演？我应该是先演员吧，对啊，我演员演了好之后，你才会有整个
整个画面的连接啊，它好像是一体的，好像不能分开的。因为我觉得你要是一个好的导演，你才会知道怎么样去走你生命的每一步嘛。因为不是只有你自己啊，你的生命里面你还有你的家人、父母亲，还有你的朋友，还有你的另一半。对，那都是取决于你要怎么做，你想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跟人之间，跟家人之间，这是你自己可以去决定的啊，对不对？那你自己决定好了之后，你就会有一个你自己走出一个人生的状态的样子。然后你再走出那个样子之后，你有了那个样子之后，你就要很认真的去活。你很认真的去活的时候，你才能够真的去感受这些状态所带给你在那个当下的样子。对我来说，或许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想导演这件事情。OK，我一直都在想说，我可不可以演出我自己最自在的样貌？我细想过一遍，我不觉得我是人生最好的演员，因为我很叛逆。可是演而优才能导啊！我从来就不是我生命当中最好的演员，我没有在扮演任何一个角色。因为我都一直在对抗，然后我也没有去想编写那个故事，然后它应该长成什么样子，没有。但是我只希望，我都一直是这个画面要实现，这个画面要实现。很有可能我其实才是真正的导演。什么意思？因为我一直在想办法把我自己的角色演好，然后演完之后，其他身边的人就会配合我演出我想要的戏。那还是演员啊 ？No， 那个叫做最厉害的导演，就是他先把他的戏扮演好之后，其他人都配合他演他想要的画面。我要导演的，这是看法的问题啊。对啊，这是看法的问题啊。导演是谁导演这场戏？因为我还想说他的歌，我现在赶快想一首他的歌。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玩，是因为是谁导演这场戏？我要把它唱完。是谁导演这场戏？在这孤单角色里。好，可以了。那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啊，就是你怎么看待这场戏？最后演完，它是一场戏。竟然是一场独角戏。你可以是从头，真的，是啊，你可以从头到尾都想要 control 这场戏的样子。对啊，所以这就是其实你也可以进去帮忙演，然后演到有一天这场戏就变成一个真的戏那你怎么看这个东西？这是很有趣啊。不是啊，像你刚刚讲的说，你觉得在你的人生的戏码里面，你觉得你都一直是个演而优则导的人嘛？之类，对吧？我希望是这样啦。你就钮承泽。靠北，我不能是梁朝伟吗？他没倒啊，他没有倒。换一个人。这个举例好烂哦。还有谁？我可以不要当钮承泽吗？然后我就一直觉得我是王家卫啊，没有剧本 ，OK， 编剧对我来说不重要，也没有对白，没有对白，自己想。对，那我可以不要当钮承泽，我当张国荣或是那个谁，梁朝伟就是没有倒啊。但我没有一定要，没有，他说他现在要变回演员，我没有一定要倒。然后他现在要认同你是王家卫，对，他要选一个角色，我没有一定要倒，他要选张国荣还是梁朝伟？我没有一定要。梁朝伟是有得影帝的，你好好思考一下。对，我就觉得我如果得影帝，我也是人生有一个高潮。我没有一定要倒，马上服从你是王家卫，跟你走。我没有那么大，你往哪走我都跟，对，是不是？突然我都跟他，不要逼他跟你，他跟你。我觉得你在脑波很弱，我举一个钮承泽你就换了。你有执念吗？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都会有一些。那只是说随着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状态，经历过了一些事情，我觉得那个执念会越来越轻，对，越来越轻，然后找到一个在自己的状态里面，能够接受那个执念的方式，对，
但基本上我现在我不太再去执着一些我觉得需要勉强的事情，包括我现在做的一些事情，我都觉得如果很多事情需要勉强的，那它就是不会是最好的。是以你为出发点。对，所以我就觉得我会顺着那个状态去。如果需要勉强的那个过程，我当然还是会试着努力一下。可是如果真的要让我已经觉得到已经勉强到已经不能就不舒服了，我就会放手，我就会 let go， 我就不会卡在那我就换一个方向走。对，因为有时候可能其实也是宇宙的能量在告诉你不要往那儿走，所以它才会卡你。那如果你试过了还是卡，那可能那个方向是不对的，你可能真的硬要去做了也不见得是好的。然后你只是做完，好，你做了，然后你自己做完了之后，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只是学到了哦，好吧，原来要这么辛苦，但是结论也不见得是你要的，这个是重点。对，你只是为了很想去真的把它做完而做。我就会觉得小的时候会犯过这种错，现在我就对，因为我基本上我的性格是一个不太喜欢变化，就是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我不太喜欢做太多变动。所以假设如果当时上华可能没有这个转变，我可能就一直待在上华了。但是不是真的都好呢？也不见得。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可能我觉得就是在这个状态下面，我就是要经历这个过程，才能够长成我现在的样子。因为如果都是以前那个样子，可能我就不一定会这样，因为我不会去有那么多想法，想要追寻一些什么新的一些状态，想要去改变一些好像在音乐上面有一些，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在自己的音乐上面，因为你就习惯在那个状态里面，你就会跟着那个状态走。那我觉得这样走一走，就我喜欢不变呢，还是变？可能到最后我是喜欢变。对，其实这样子是不是？对，就是现在你就知道，其实你是喜欢变的。因为如果是那个状态下长成现在的自己，可能我要遭受到的痛苦又是另外一种。对，那现在这个过程的转变，它也有很多痛苦，可是那个痛苦转换成来就是成长的代价，就是这个时间对我来讲的意义。对，就是这样。哇，我懂，我突然间明白一件事。我们在年薪不可控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我们生命最好的演员。可是当你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都希望变导演。对呀，某个程度上，就像我们以前就是唱歌，歌手到最后我变制作人，我要想变制作人。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好的导演。有一天。但现在也是啊，对，但是这个成为演员，就现在就是啊，成为演员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省略的。对，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对，因为我觉得你必须要先想办法去扮演这个，不管是社会对你的期待，你自己对你的期待这个角色。也不是扮演，就是你可能就是必须要经历那些东西，可能你觉得是扮演，可是其实也不是扮演，因为你自己可能在那个当下，你也很享受那个状态。对啊，你也是有跟随那个状态去。我们也对了，我们就羡慕杜琪峰啊、王家卫啊之类的，就是可以很任性的在做一下。这时候为王家卫、杜琪峰干一杯之类的。我刹那间，你知道，释怀什么东西？你们两个为什么要问同样的问题啊？就想知道啊，知道啊，想知道。没有，我就一直挣扎在演员跟导演之间啊。我从来没有，我就是最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从来没有挣扎在编剧上面。我很顺从他，说不定最想做编剧。没有，因为他就是活的每一刻都是真实的，所以你没有想要做编剧。这个我不知道譬如说我们其实是因为小孩而结婚的。你以为我们相爱吗？要这么猛吗？我流汗了。我也是。没有啊，这个其实是我刚刚讲的是开玩笑的，但是就是它也是某种程度上好像你命运的编剧，对，它还是推着你在走。对，但是我刚刚要讲，你试着创造你的剧本。
但是还是会有人推。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这个，就是我没有要 Hugh 兰编剧，然后我还是想要成为我自己，所以我一直执着在我想要去呈现我脑袋里头的画面。对，那你好，那你这个是变成是你好像预料之外的剧本。其实是。那他不是在我，就是如果我是导演，对，不在你导演的范围，他不在我的画面。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个？所以我才会说，时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有趣。就是所有的一切，我的角色的扮演，都还是回推到时间的推移，命运的安排。时间一直不停往前走，那我就照着我脑袋里头的这个画面就一直走下去了，那又会怎么样呢？但是我的轨迹它变成就是我一直照着我的脑袋里头的画面去走，然后中间插入一个编剧说这里不行哦，我要插入一个剧情，然后呢，我就因为他一声令下，我就必须得扮演这样的角色。那你本身不见得相信的是。然后我觉得我的画面不是长那样啊，为什么你想要插入这个剧情？那你会怎么做？然后对，就是中间他也会有一个挣扎嘛。那个我对他的那个挣扎就是。老娘就没有想要这样，老娘的画面就不是长这样啊！老娘大部分时间画面都跟人家长得不一样。对，老娘就是因为我是老娘，对嘛？让我我就是个导演，我就是个导演，怎么样？所以我进到这个剧场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就是把剧本丢了，然后随着我的感觉，然后去编，去导这一部戏。但是人生不是这样子演的啊。人生就是像我刚刚这样讲的，就是我脑袋里头有一个画面啊，我想要这样导，这样就是我希望他照着那样走，然后中间就会插入一个编剧，就跟你讲说，不可以，其实这样不错啊。对，我觉得我听完你讲那个东西，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像听起来我们小时候都希望我们可以照着我们自己的想象去走，然后到某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没办法控制这个事情，然后没有办法控制到一个程度之后，到最后你就可以去相信说，说不定这是很好的安排。但我想问的是说，对你来说，在这个年纪的你想要的爱是什么？我也是跟婷婷一样，我觉得我很开心，我的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他也是我的先生，然后他就是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的另一半，对，然后我在很多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我都会去跟他诉说，然后他也会帮我去梳理我的状态，然后可能一起处理一下，就帮我舒缓我当下的那个情绪。对，那他有状况的时候，他也是会来跟我讨论，那我也会给他一些另外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两个人当中里面，我觉得最好的，对我来讲最舒服的一个关系。对啊，就彼此在生活上都有给予对方一个尊重跟空间，然后也愿意去理解对方不同背景、不同文化成长过后出来的那个样子，我觉得那还蛮重要的。对啊，要干杯了吗？